京非常早就对赖清德进行定性，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子，民进党可以冻结台独党纲。这个解读就是台湾选民用选票拒绝中国。大家好，欢迎回到政大国关中心，我是俊。今年台湾的大选受到全世界格外瞩目，在1月13号，由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当选正副总统，也让民进党成为首度连续执政超过8年的政党。这一次的选举结果会如何牵动美中台三角关系呢？今天邀请到我们国关中心副主任王信贤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赖清德上任之后会面临的政坛挑战，以及北京是如何看待这样的选举结果。那我们欢迎王老师。玉静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首先是想要问老师，这次的选举啊，会对两岸关系的意义是为何？那我们看到这个选举结果，其实很多国际的媒体他去做一个解读，这个解读就是台湾选民用选票拒绝中国。我们认为其实不应该把这一场选举简单解读为是对两岸关系的公投，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影响这次选举结果的原因非常多，当然有包括政党之间的那种合纵连横的问题，就选票结构，那当然讲的是蓝白合不合的问题，再来就是候选人特质，还有内政的问题，所以抗中保台或两岸关系事实上不是主轴，然后。更何况，当选的赖清德总统只有40%，得到40%的选票，而且是3党不过半，也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未来这个选举对两岸关系的意义就在于，民进党可能在总统的这个部分、行政权这个部分，他没有拿到过半数以上，所以他必须可能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内政，或者是处理外交，或者是两岸关系。另外就是有一些议题要在立法院里头去折冲，对，就不会像过去民党就是在立法院里头是过半数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像老师说，赖清德当选之后会需要面临哪一些的两岸课题？那中共会因此对台湾采取何种措施啊，或者怎么样采取下一步要做什么？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去年8月赖副总统是到巴拉圭过境美国，回到台湾来。那中共那边以中台办负责人的名义发了一个声明，就谈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子。后来赖萧配形成之后，国台办发言人也说这是一个独障加独的组合，也就是说，北京非常早就对赖清德进行定性。那这个是从台湾从1996年民选总统以来，首次中共对于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去进行定性。所以从这个定性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就是赖清德获选为总统之后呢，北京的看法是什么？在1月13号，国台办也提到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外交部也提到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在国台办提到政治定位这个部分，他提到体现一中原则的9·2共识。另外，我们也看到隔2天，诺鲁共和国跟我们断交了哈。那也跟大陆建交了哈，那当然这是背后的因素还是中国因素了哈。我们也看到了传出来哈，那个U20的，就是20岁的那个亚洲男子排球，本来要在台湾办，后来也转到印尼去了哦。那我们看到中共的国家安全部也针对反分裂国家法去进行说明也提到第8条非和平手段的那3个条件那当然我们也听到就是关于短暂重新又恢复的采购石斑与下游艇总是看起来中共的一些组合拳慢慢在发动可是这个发动呢，我觉得似乎中央还没有完全定调。我觉得当然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赖清德获得40%，还有3党不过半，到底对两岸关系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这个部分北京还在慢慢的解读这是一个。第2个部分是，当然还是得看美国的角色。美国在其中有没有办法扮演到去沟通，而且或者是说把北京所有的讯息传达给刚当选的赖清德副总统我想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在美国总统拜登得知赖清德当选后，立刻表明说他不支持台湾独立？那美国是如何看待台湾这次的选举结果？蔡英文路线是美国所要的，所以他也用这蔡英文路线去要求我们3个总统候选人。那当然有人问说，那什么叫做蔡英文路线？
蔡英文路线会有3个条件。第一个是在美中战略竞争里头完全站队在美国这一边。第二个呢是美国所开出来的各种政策的需求，尤其是军售的清单一定要接受。第3个呢也非常的重要，在两岸关系不能当 troublemaker。去年11月底，在 Foreign Affairs 3个美国重要的智库学者，他建议赖清德当选之后，民进党可以冻结台独党纲。另外我们看到就是欧亚集团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风险评估的集团，他也提出来就是赖清德是美国危险的朋友。那这些其实都一再的去警告，就是刚当选的赖清德总统，就是说，好吧，你现在在整个国际的局势底下，那你到底你所站的立场是什么？你会不会给区域带来一些美国没办法去收拾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次选举过后呢，包括拜登提到美国不支持台独，布林肯提到美国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当然后来布林肯也再次讲了，美国不会支持台独，感觉都是讲给北京听的。对，美国怎么在看待台湾的这个选举结果？当然，他除了在看待两岸关系之外，看待美中关系之外，他也着重在他今年11月的选举。那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国内反中的民意还是非常的强烈，对不对？但是呢，在抗中的这个议题，拜登政府他绝对比不过川普。对啊。所以他要非常非常避免让中国的议题，或者是两岸关系的议题，影响到自己的内政，对，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轴，所以他必须要去控管。就还想问一个问题是，像老师说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啊，或是他应该释出什么样的善意，北京才能接受，或是美国也才能去接受这样的结果？那其实过去出现的政党轮替里头，例如说2000年陈水扁执政的上台的时候，其实中共的观察点是一直到520年，他的就职演说。同样的，2016年蔡英文胜选也是52年的就职演说。但是呢，陈水扁的就职演说，陈水扁往中间靠嘛，提出4不1没有他当初的新中间路线，对。可是北京给他的回应是听其言观其行。那蔡英文总统他在520就职演说里头提出来是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这个部分其实他是往中间移动。可是像蔡英文总统他得到北京的回应是未完成的答卷嘛。可北京有些智库学者会说，其实现在不是说你不及格，是让你继续答。那当然从台湾的角度，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当然不是嘛。我已经释出这么大的善意，那你还给予这种回应，那他可能就会接受到这个党内比较强硬派的压力。另外一个部分是过去其实我们一直非常非常留意的啦，就是所谓的法理斗争，特别是2005年所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非和平手段，它里头所提到的是一个比较模糊。会不会透过这样的机会，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或甚至是在我们都还不留意的时候，就突然开始修法？长期这样观察两岸关系下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内政。因为两岸关系事实上是一直是国内不管各个政治势力里头互动，都会面临的问题。对，或者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在民意里头所呈现出来最关键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谢谢王老师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通知。那就这样喽，我们下集见，拜拜。拜拜。